因为买房子是一件开开心心的人生大事哦，不是要你为了房子哦，然后结果人生居然就开始了一个为期20年哦，20年房贷，为期30年哦，30年房贷，哦，甚至为期40年哦，新青安哦的有期徒刑哦。我知道现在房地产很好哦，那很多股票赚到钱哦，也都跑进房地产，想要买房落袋为安啊。那尤其现在又有所谓预售屋市场的优付制度哦，对于头期款不太足够的年轻人来说，真的是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我都知道，我自己都去看了哦。那我的建议是真的就。你不要 FOMO 了哦，不要 FOMO 了。你不要觉得说啊，没有赚到这一次，非常非常可惜，然后怎样怎样，就很焦虑，很焦虑。你看到同事买房子哦，然后过几个月他就那边吃饭，在那边讲哦，这10家登录爬多爬哦，你就更焦虑了哦。你就很容易啊，在 FOMO 的情绪之下哦，就害怕错过了哦。你觉得月收入多少买房子比较稳当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哦，住1楼会需要付电梯费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薪水不到4万能买房吗？哦。想要讨论这个问题哦，是因为无意间看到这个新闻啊，就一个28岁的 OL， 可能是看现在房市太热哦，那虽然自己的薪水不到4万，但他还是跑去买房子，然后网友就很震惊啊，就跑去问这个女同事说，哦，你是不是外面有兼差哦？那对方的讲法是，反正贷款的时间可以拉长哦，那还有宽限期可以缓缴啊，那以后真的缴不出来，那他就要卖掉哦。先说结论，最好不要哦，最好不要。虽然我叫做买房阿元啊，但是我一直提倡是理性买房哦。我也不想要以后一堆人在留言去骂我说啊，当初就是听你，要看你买房阿元，然后那边去买房子，然后现在付不出来，都是我害的哦。我靠，赚都算你的，这个赔都我害的，这样说先不要的原因是就是你不要把脑筋动到宽限期啦。这个我们之前拍过影片哦，我那支宽限期影片还被电视媒体去转载哦，吓我一跳啊。总之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哦，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之我就是不喜欢你用宽限期来做你还款的能力的考量哦，这样你会很危险。你就本利照常去还就好了。我现在也是这样。好来，为什么不能够用宽限期买房？那我知道接下来一定会有观众就来喷支说，你之前有一支影片在讲，低薪不能买房。对，有这支但你回去看那支影片我的说法是，你先靠副业把自己的收入拉高然后再买房子，而不是你先买房子再想办法生钱我来算给你听假设你的月薪是4万块然后你的基本开销，手机什么的抓500，伙食现在一天抓400，差不多1个月就已经12000去了然后交通捷运抓1280，那个行政院的那个票嘛我以前在内科上班，我也是有买然后娱乐抓3000这样你手上剩下的钱差不多是23000，我们还没有算什么存钱啊、孝亲费啊、房租等等那如果你要贷1000万缴30年，每个月月付的那个钱就已经到38788元，38000但是你可以动用的金额就23000呢那代表你在刚买的时候，你就需要动用到宽限期，1个月付19000，这样缴完以后，你每个月身上剩4000块那这个生活你至少要过5年，你不觉得这有点可怕吗？最后你要知道，房地产是一个稳健的投资我知道现在新闻一直在报哪边又在涨，哪边突破历史新高看起来好像是你现在随便买一间房子你就可以登上财富的列车不是真的不是这样。我们投资自产房地产是有剧本的像我今天敢买一间房子我就是很有把握，剧本我都算完了我才会去买。如果无脑买就可以的话，那我干嘛一直看，对不对？我就随便找一间房仲店然后叫他说印100张物件给我，然后用电风扇吹然后最后看哪一个物件飘得离我最近我就买这间不是这样就好了。所以今天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才会觉得说这个不行，我来拍一支影片来讲我的看法，来提醒你说理性自产你别他们 FOMO 了，焦虑了，大家都有买我没买，好像跟不上流行，然后你就去买这样。你买房压力很大，你先把你的收入膨胀起来像我之前也提过
学含金量高的技术去接案赚钱啊，至少你每个月月付你付得出来啊，那你要买再去买啊。如果你要无脑买房，你不如无脑买台积电，对不对？护国神山呢，开玩笑。那讲在外面人家问你职业，你可以直接职业那一栏直接写台积电股东，我靠，这个多风光啊！好，那股票赔钱顶多就是你的资金归零，你还可以再赚股票啦跟房地产你要做房地产，你真是稳健为前提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薪水不到4万块可以买房吗？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新闻就一个28岁的 OL 月薪就不到4万，然后跑去买房子。那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因为如果你需要依赖宽限期，就代表你现在其实还不具备购买这间房子后面缴款的能力。那我的建议的做法是，你先透过副业来提升收入，再考虑买房。我知道现在很多新闻在报，好像随便买房你都可以赚钱不是这样我们买房子都有剧本，没有剧本，然后你继续买房，这就是赌博那你既然要赌博，你干嘛不赌股票？你要来赌这个房地产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月收入达到多少买房子会比较安全？这跟县市当然有差，你台北市的房子新北的高雄的当然差很多你认为呢你自己觉得那个 range 大概在哪边？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对各种房地产新闻的看法，记得订阅加按赞我这个频道那并且分享到你的LINE群组A 片群组也没有关系反正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我的频道会员，里面有更多不方便公开讲的房地产八卦可以分享给你。你去看我那个频道会员的那个封面，你就知道确实都是很刺激的题目好，讲八卦。虽然银行会把关你要想银行都敢放款给你了那原则上连银行都不担心你还不出来。好，这句话是没有错，但你实际上你还是考量自己的经济实力为主因为买房子是一件开开心心的人生大事不是要你为了房子然后结果人生居然就开始了一个为期20年20年房贷，为期30年30年房贷甚至为期40年新青安的有期徒刑我知道现在房地产很好那很多股票赚到钱也都跑进房地产，想要买房落袋为安那尤其现在又有所谓预售屋市场的优付制度对于头期款不太足够的年轻人来说，真的是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我都知道，我自己都去看了那我的建议是真的你不要 FOMO 了不要 FOMO 了，你不要觉得说没有赚到这一次非常非常可惜，然后怎样你就很焦虑。你看到同事买房子然后过几个月他就在那边吃饭，在那边讲这10家登录爬多你就更焦虑了你就很容易在 FOMO 的情绪之下就害怕错过了害怕没上车的这个情绪之下，你就很容易会做出品质不好的决定也就是会让自己骑虎难下的决定。你要想你没有买房，参与到房地产的膨胀跟增值，这不是损失，本来你没买，本来就跟你无关你在损失什么你的日子是照样继续过的。那你因为焦虑FOMO 了对，讲一下这个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这是心理学上的名词，中文叫做错失恐惧症用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就是看别人上车，自己还没上车就很焦虑这样当然这个 FOMO 这个是人性人性是不可违背的，我也会 FOMO 对但是 FOMO 会带来的副作用这个品质容易不足的决定，严重不足的决定副作用真的很大。发生在其他领域可能是还好，但发生在房地产买房子这件事情来说，就会变成压上你自己未来好几十年财务的代价这个代价太大。我也不是说什么房地产会涨会跌什么的而是我是真心奉劝你这是衡量好你自己的能力，你才去做买房子的打算。不然你本来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对不对？租房子又怎么样你就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看到窗外的房地产新闻，听到同事陆陆续续买房上车，就你自己焦虑的不行你就乱搞然后结果你就开始做了生活费严重不足的20年有期徒刑，这样有比较好吗？对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每个月你的钱包都挨上一刀
然后他还没有结痂复原，下个月又来，下个月他妈又挨上一刀哦，这样持续20年、30年，这真的是你想要过的生活吗？哦，是不是 FOMO 了？哦，你一定要检视一下。你是有必要一定硬是要上车买房，每个月去卖挨刀子，然后让自己钱包很空，你生活过得很紧凑、很危险，然后很担心，然后没钱花这样嘛？哦，房地产的增值没有赚到，那本来就跟你无关的事情啊，会怎样嘛？房子的报酬真的有值得你用未来的人生为代价这样去压住吗？你没赚到这笔钱，你日子还不是照样在过？虽然我叫买房阿元，可是我也不是说无脑买房啊，你就衡量清楚嘛，真的认真思考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因为焦虑，因为 FOMO 而跑去硬是买了一间让你负荷很巨大的房子。你买房，他买房，大家都买房，你这样会也让我 FOMO 起来，你知道吗？我就会焦虑说，那我以后房子是要租给谁？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个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 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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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
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哦。那自产台北你就加赖。我再说一次哦，高雄的赖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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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哦。那台北的赖是小老鼠 buy 台北哦，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